中国版的阿 Q4被曝正式入役，功能非常强大，能与航母杀手协同作战。与此同时，印度方面却要提出购买航母的请求，这是要试试我国无人机的实力。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也在大力发展无人机系统。经过我国的不断努力之下，我们在无人机领域上已经取得了众多的成果。近日，我国又一款无人机正式服役。据媒体报道，根据网络上的照片显示，我国的降龙无人机已经被喷上了解放军空军的深灰色涂装，并且降龙无人机尾部也印有军徽图案。由此可见，降龙无人机已经正式入列我国空军部队。据推测，降龙无人机的军方代号为无侦7。这款无人机长度约为 14.33 米，翼展为 24.86 米。该机的设备载荷为650公斤，正常的起飞重量能够达到 7.5 吨。与其他无人机不同的是，降龙无人机配备了一台涡扇13发动机。有了这台发动机之后，它的最高时速能够达到750公里每小时，作战半径高达2500公里。最为重要的是，降龙无人机可以在18000米到2万米的高空中持续飞行10个小时，并且它是我国首款喷气式无人机。降龙无人机虽然不是纯粹的隐身无人机，但是它包含了非常明显的隐身设计，比如说它背腹式的进气口、三角形尾喷管等。据了解，降龙无人机的用途类似于美军的阿 Q4全球鹰无人机，虽然相比来说，降龙无人机只是比阿 Q4全球鹰无人机的尺寸要小一些，但是它的综合性能却与阿 Q4全球鹰无人机相匹敌。降龙无人机除了可以在高空中进行监视、侦察、情报搜集任务，加强对海岸线2000公里范围内目标的跟踪与监视以外，还能够为被称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1D等远程反舰导弹系统提供目标数据。除此之外，降龙无人机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电子干扰以及战场通讯设备，这样一来，它还可以被作为高空通信转接机使用。由此可见，降龙无人机是一款用途非常广泛、性能非常强悍的无人机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降龙无人机服役的消息传出没多久后，有消息称，印度海军上将向印度方面正式提出购买第3艘航空母舰的请求。虽然说印度购买第3艘航空母舰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毕竟我国的第3艘航空母舰也有了大动作，但是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印度却提出购买航空母舰的请求，这一举动让不少人调侃，印度这是要试试降龙无人机配合东风211D导弹的协同作战能力。伽利略导航突发异常究竟怎么了？为何有人认为这是美军针对北斗做的一次攻击预演呢？据澎湃新闻报道，在12月14号的时候，中国科学家监测到欧洲伽利略卫星突发异常，部分卫星的播发时间发生无规律跳变，并且进一步影响了伽利略卫星的功能，而整个异常持续了大概3个小时。此次事件让人们对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的稳定性再度抱有质疑。作为与美国 GPS、中国北斗以及俄罗斯格洛拉纳并称为全球4大导航系统，不过现在很多人普遍认为，欧洲的伽利略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美俄导航卫星并称全球4大导航系统，因为中美俄如今都建立了全球导航系统，而伽利略卫星依旧还是区域导航。此外，伽利略卫星的性能备受质疑，其导航水平也被认为不如 GPS 与北斗。去年的时候，伽利略卫星还瘫痪了1周，引起外界质疑。伽利略如今的窘境，一方面也说明了建立导航系统是多么的不易，而故障频发的伽利略导航也成为了人们的笑谈。不过有意思的是，此次伽利略导航的异常还引起了外界的猜测，有阴谋论者认为这是美军干的。在伽利略导航卫星立项之初就不受美国人待见，美军甚至一度威胁过用导弹摧毁伽利略卫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 GPS 还是一家独大，美国人也不希望出现挑战者。然而这之后，伽利略卫星倒是没有威胁 GPS 的地位，但中国建立的北斗卫星被美国人视为了 GPS 的最大挑战者。今年7月份，随着最后一颗北斗3号卫星成功布网，北斗全球网正式组成。不过对于美国人而言，北斗卫星可谓是眼中钉。去年12月，美国正式成立太空军，美太空军有一个重要作战任务，就是针对卫星进行破坏。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太空军还展示了一款名为对抗通信系统的武器。这种武器的作用是针对他国导航与通讯卫星进行干扰，阻止卫星向地面发射信号。
因此，有人认为，随着北斗全球网的建立，美军将会针对破坏北斗导航进行预演，而预演的对象就是欧洲的伽利略卫星。因为现在直接针对中国的北斗或者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并不合适，而美国人也不会破坏自己的 GPS， 于是欧洲伽利略卫星成为最好的靶子。毕竟美军就算把伽利略卫星给打下来了，欧洲人也不会有过激举动。当然，说美军为对付北斗有意拿伽利略卫星当靶子，也只是一些人的猜测，并没有证据。不过，我们自己导航卫星的安全性问题依旧不能忽视。好在北斗导航在对抗电子干扰的安全性上有足够的保证，其军用码采用的是尾随机数，过段时间就会更换。也就是说，即便美军破译了密码也没用，因为很快就会变。而且随着中国在量子加密技术上取得不小成果，这使得将来我们的卫星密码基本上不存在被破译的可能，也就很难被随意干扰导致异常了。我们知道，随着今年美国国内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外界对美国希望通过战争来转移矛盾的说法也开始流行起来，并且美军在亚太频繁的举动也让人担心，美国人会不会在中国周边发生一场战争？而如果中美两国进行军事对抗，其结果又如何呢？近日，俄罗斯媒体 Top War 在一篇名为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战争会给美国带来灾难的报道中给出自己的想法。俄罗斯人表示，中国并不是一个好斗的国家，并且中国距离经历上一次战争已经过去40年，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人可以乐观。如果美国人决定在未来几个月在中国周边发动一场战争，那么这可能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失败，因为有3个原因决定了他会经历一场惨败。首先是军事上，美国人如果决定在第一岛链内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那么他将面临的是中国强大的火力以及自己火力不足的困境。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进行了充分的战争演练，并且中国拥有强大的舰队以及导弹。更重要的是，第一岛链与中国本土相邻，却与美国本土相距至少6000公里，这意味着美国人很难用足够的打击力量维持这么长的战线，但中国却能很轻松地调集军事力量进行火力打击。俄媒预测，如果中美两军在第一岛链内为某座岛屿大打出手的话，中国将在短短2周内达成自己的目标，而美国的特遣队将在中国军队密集的火力下被摧毁。其次是历史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千年古国，对周边海域的影响已经有很多年了，这段历史也远超美国独立的时间。而美国人正式介入中国周边海域是在2战时期，并且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在第一岛链与中国交战，意味着美国人必须做好核动力航母被彻底摧毁的心理准备。美国人需要投入的战争准备以及承受的战争损失都不是过往能比的。当然，如果美国人决定动核，中国同样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美国人无法承受本土遭到核打击的后果，而且美国人也无法像在阿富汗或者伊拉克那样以战养战，因为要达成这个目的，就意味着必须要派陆军占领对方的国土。然而，即使是最激进的美军人员，也只是叫嚣着派航母与军舰和中国海军决战，而不是派陆军登陆中国，因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因此，如果中国决定不计成本与美国军队在第一岛链进行战争，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的战争成本会瞬间增高，并且有最终压垮华盛顿的可能。山东舰服役1周年之际，南海基地发生巨大变化，或是在为003做准备。最新卫星图曝光，075也停泊在此，释放哪种信号？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12月17号是我国第1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1周年的纪念日，因此山东号航空母舰再一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近一段时间以来，山东舰不断地在进行着各种训练。目前，山东舰已经完成了最大架次出动回收等训练任务。然而，就在大众目光聚集在山东舰上的时候，中
中国海军的南海基地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据媒体报道，中国一直在加强南海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除了解放军空军基地以外，海军基地也在不断的增加新的重要设备。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我们可以看出，三亚军港异常频繁，新的大型干船坞已经接近完工。据了解，三亚海军基地中的新船坞不仅可以容纳我国海军现役的辽宁号和山东号航空母舰，对于正在建造当中的003型航空母舰来说也足够的大。有人推测，三亚军港在为一艘大航母做准备，将来肯定至少有一艘航空母舰会以三亚作为永久的基地。那么我国的哪一艘航空母舰会以三亚作为永久的基地呢？据推测，三亚海军基地的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为003型航空母舰做准备。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辽宁舰、山东舰以及003型3艘航空母舰的排水量来进行分析。毫无疑问的是，003型航空母舰的排水量吨位最大。根据公开的消息来看，三亚基地新建的大型干船坞可以满足003型航空母舰。如果说这个干船坞是为了辽宁舰或山东舰而建造的话，那么就并不需要建立这么大的干船坞。所以说，这是为了003型航空母舰做准备。其次，由于现在西太平洋周边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美军还准备在印太地区复活第一舰队。所以说，我们在当地必须得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以此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通过3艘航空母舰的战斗力来看，毫无疑问，003型航空母舰的战斗力肯定会高于辽宁舰和山东舰。所以说，为了保证当地海军的战斗机，我国很可能会把三亚基地用作003型航空母舰的永久基地。不得不说，003型航空母舰离下水服役的日子越来越近。届时，我国将会同时拥有3艘航空母舰，海军实力将会再次提高。除此之外，卫星图片还显示，在这座大型干船坞的附近，我国海军的075型两栖攻击舰也停留在此。由此可见，075型两栖攻击舰很有可能在南海舰队服役。那么，我国海军的种种举动又是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显然，这些举动很可能是为了告诫我国周边的国家或地区，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我国已经具备了与之抗衡的能力。眼下，我国周边地区形势越来越复杂，我们确实要加快我国海军以及其他军种发展的脚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有所收敛。